是为了尊主。剑无声万花花。不值得。即便是怪物，人生也有很多其他的选择。这就是我的选择。人界归一，验证轮回镜，青莲命，白水银，平川无舟，剑之名。一生爱如草，永不削剑，负恩情。为人人，负为人；恩师义，负恩师。空行碌碌折叶鹰，无脉人生皆落雪。归去，归去，归去！起身自清。灭世3000剑。牡丹楼的一草一木，都由我亲手浇灌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里。这辈子能为尊主赢下唐丽慈一次，自又何惜？天魔解体大法！这一生真的活错了。倘若上天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我一定不要再被人抛下。你命里清源淡我，全才两空，别人生下来就有的东西，你得拼了命去争取，才有一丝可能。只要错过一个机会，全盘皆输。钟姑娘的内心何尝没有一只怪物？而钟姑娘还在粉饰太平。但如果我是你摊上的这种，我就安心的做个普通弟子，还争什么呢？如果我非要争，钟姑娘，你是一个凡人，为什么要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呢？我要成为主宰命运的人。
青尸骨，这东西若是钻进了你的脑子，想要再取出来，可就麻烦了。哪里子？八戒，为什么要保护我？到底什么是真？不是让你原地等接应吗？你在此地调息静养，等待接应。愣着干嘛？跟我来。少建筑，看来你是撑不倒唐公子了。谁说我身子骨不行了？少建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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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少建主，多了你们几个也一样。有种你放马过来！这是谁？这是花无言的血，他死了，但他的死会给你们带来一份大礼。唐烈所留的阵眼标记。找眼睛，快！好。老罗，你的解药丸不起作用了。我哪知道，这玩意儿它还能变异呢。加油，成都！牡丹楼于我而言不过浮云，舍弃又何妨？你们这群蝼蚁，一个都别想从我眼皮子底下溜走！若我把太和剑的力量全部释放，肯定可以解决流言。既然局面无法扭转，起码要让这魔头陪葬。九该星辰，玄妙之妙。看黑夜而开明，为天宇而有序，应山川而维护，渺渺众生，盈盈在心。碧落宫重归洛水，幸得唐克尊相助。若江湖有难，碧落宫可借九霄雷云之法，铸剑会出奇制胜。婉玉公主，拜托你了。毒蔓四起，丧天之德。无似星辰者，婉玉月旦。诚以长兄之武，抚借天地之灵。围攻开道，降临消恶。
一剑。刘岩，这一仗你已然落败。牡丹楼你可以舍弃，战友你可以舍弃，方舟所传之正道你也轻易舍弃，但我却绝不会舍弃剑会中任何一名弟子。我以太阿神剑为誓，是要保全所有弟子的性命，更要亲手斩下你这魔头之首，即便为此粉身碎骨，为正义而战。何惧之有？若是在其他地方，恐怕会命丧此招之下。但我能将你们诱入此地，自然不能毫无准备。这正是我为太阿剑准备的冰化光，和3人之力专等击剑的那一刻将你控制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绝望。少剑主，世间若有好棋，方舟何至殒命？不要！师父，师父，川儿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刘野，花无言因你而死，像这样无谓的牺牲，你还要重复多少次？这句话应该送给你。我倒是很想知道，你为了救钟姑娘，还要将多少豪杰命葬牡丹楼呢？川儿，川儿，川儿。除了这样拙劣的挑拨，你还会什么？拙劣？能比你在碧楼宫骗我的话更拙劣吗？我去过周地楼，那里分明什么都没有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将你擒住，再与你说清楚。无辜无害的人去欺骗，相信你鬼话的那些人，没有一个是无辜的。你总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办到，这中原剑会，就是因为你的自信而毁。江门主，所有蛊虫都攻向了唐公子那边。以唐公子命令行事。通知宴营点火。刘岩，你将所有后手都用来袭击我，就已经花光了手中的底牌。收官时刻已到，这就是我的加倍奉还。唐离慈，牡丹楼送你了。这样下次再见时，你又会是一个怎样的呢？好。
封堂堂主，女侠钟春晴，这一切都是他给你的赏赐，没有一样的真正的属于你自己，所以你拼了命都要维护他，因为你知道没有他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如果你觉得我毫无价值，那你何必多费口舌，杀了我便是。钟姑娘的内心何尝没有一只怪物？死伤了不少弟兄，也怪钟师姐太讲立功，不听指挥擅自行动。别这么说嘛，这本来就是要主打风流店，早打晚打都是，这说被人听到多不好。我倒是很想知道，你为了救钟姑娘，还要将多少豪杰命葬牡丹楼呢？谁？钟姑娘，是我。唐公子呢？我师父呢？他们在万花殿说话。你怎么起来了？要多多休息啊。钟姑娘，受苦了。没事了。在沿线的时候，阿谁也被关押折磨过，是钟姑娘救了我，那种绝望真的很难受。幸好我们现在都平安了。啊，对了，你昏迷的时候，唐公子来检查过你的伤势，只是一些皮肉伤。这是他给的药，只要按时服用，很快就会养好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谢谢你，阿谁。蒋建主，你来负责安排守卫巡山，警戒好云山四周。至于给各堂派发药材、照顾伤员，就由季建主负责。吾等尽力而为。唐公子，先前对你有诸多误会，蒋某惭愧。这一次牡丹楼之战，唐某理解，蒋建主不必放在心上。忍着点儿，咱俩在这儿吐血就难看了。剑会人员复杂，如今各堂同心，实在难得。此番多谢婉玉公主相助啊！要不是公主，剑会的损失恐怕会更大。既是同盟，相助本就应该。可惜没能将他们彻底铲除，搜遍了牡丹楼也没有找到刘烨和其他重要人物的线索。不过能炸掉整个牡丹楼据点，逼得刘烨弃掉老巢，人心振奋，也不算完全没有收获吧。是啊，只是朴珠先生依旧没有消息啊，不知他还是否平安呢？这样看着，天地真小，但看得久了，却又觉得这小小的夜空，就像是一个漩涡，不断的旋转着，将人卷进去。我们死在这里，算不算死而同学？陶姑娘，为什么加入风流殿？
陶姑娘才貌、智慧、武学，俱是当世一等，为何加入风流殿？先生是想夸奖我的美貌吗？你确实有引以为傲的美貌，但这并不是在下的问题。做了这么多年的好友，今日方想与奴家谈心，只是想要知道别人的秘密，不是应该先说出自己的秘密吗？我其实是前朝太子，当今圣上是我堂兄。你是前朝太子？一阙阴阳之乱，是我父皇宠信奸人而起。我虽身为太子，却没能阻止父皇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生灵涂炭，数十万条人命，即便只分1成给我也救赎不了。因此，我入天境阁修行。那你就更应该杀我，杀了我才能救更多人。你用性命做诱饵，就只是为了看在下堕落的一瞬间？似先生这般意志坚定之人，落地时的声响必然清透响亮。在天境阁修行时，我因懊恼自己无能救下那些人，心魔横生，险些走火入魔。是我师父告诉我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在下是天下间还活着的人里最该死的一个。我若没死，别人就更不该死。我若不能原谅别人，就更不能原谅自己。姑娘常戴此珠，未必没有从善之心。朴珠先生，我这珠子里装的是剧毒，朱砂。可以为毒，也可入药，皆在姑娘一念之间。你做什么？你若死在此处，那就是在下害死的你。我双腿受伤，但功力尚在，只要为你疗伤，你便能脱困。你可别忘了，我是风流殿的西公主。我没想感化谁，只是不想再背负人命。你若再做，自会有他人收拾。只是那时，或许已不是在下所能干预。此番牡丹楼之战，西方桃也未现身。他和朴珠先生，要么还在继续鏖战，要么已经和解。虽然到现在还未找到朴珠先生，但在唐某看来，他与西方桃应该都还活着。打这么大的架，为什么没人叫我？啊？我叫你办的事，办得如何了？可不得了！我跟你讲，还好我去了。回去再说。唐某先行告辞。哦，走。哎，我这一路上的经历啊，只能用传奇2个字来形容。上刀山下火海，水里游的海里爬的，我都给你经历过了。只能说吧，我脑子比较好，能活着回来给你汇报。
你猜我去落魄13楼碰见谁了？巧艺乾坤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偷偷跟着我了？不是，你不是在打牡丹楼吗？方平斋一向异想天开，这世间愿意跟他一样白日做梦的，怕是只有同样疯狂的巧艺乾坤了。不管是方平斋还是巧艺乾坤，他们二人于风流店而言，充其量只能算个外援，而藏在背后指使一切的，恐怕另有其人。有道理啊，那你一定不知道是谁带巧艺乾坤去的。一个孩子。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我的东西呢？只要你给我，什么逆天转命、时光倒流都不是问题。巧艺乾坤好像刚从什么地方匆忙赶来，后来我跟去13楼听见他们谈话，他们谈的事情虽然我没听懂，但也知道绝对不是什么好事。什么神迹，什么颠了个倒、逆天转命的，还有啊，那孩子能让巧艺乾坤如此重视，确实蹊跷。但你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，方平斋就是个疯子。刘演背后确实还有一个人，这个被人操控还自以为是的傻子。于少侠。我有事想与唐公子单独说。你们之间什么时候这般好了？还有什么秘密我不能听？哎，行，你们谈，我去吃饭了。阿谁烧了菜，早点回来啊。知道了。于少侠找唐某何事啊？你为什么没有揭穿我？什么意思？我在修于牡丹楼刺伤你的事，我恨你利用剑王城，更是一直在怀疑你。我想报仇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不过就是想要报仇而已。我若是你，我也会想要报仇。江湖人，报仇不分对错。唐离辞，你如此一次次卖给一个仇人恩情，到底想要什么？在这江湖上，唐某的仇人多如过江之鲫，我为何要卖一个仇人恩情？你如果心意坚定，一心想要报仇，又为何会在刺完那一剑之后，没有其他动作？又为何不跟着于气凤一同加入风流殿，反而回到这中原剑会来？于少侠，你这一剑，对唐某而言无关紧要。燕王，他怎么会在你这儿？那日在剑王城，幸得此剑，方能将毒物镇压在500丈内，剑王城才不至于被全毁。你实在不必将这恩情记在唐某头上。只是，你若不能将此剑开封，现在的你，就连说原谅唐某的资格都没有。唐公子来了。少剑主找唐某是有要事商议吧？坐，这里啊只有咱们2个人，哎，不用装了。
这漫画店里面咽下去的血，现在可以吐了。我刚吐完。唐某不至如此。哦，多谢。这次大战，剑会伤了元气。风流殿呢，又受到了重创，不得不暂时蛰伏。所以眼下有一件事情更为重要。唐公子，你在碧落宫里面受的伤还没痊愈吧？这次在牡丹楼又是伤上加伤啊，所以寻访神医替公子恢复战力才是重中之重。毕竟江湖太平还全系于你一身。唐某可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。公子或不是为江湖太平而来，但我会把刘演交给你来处置。果然，少剑主是懂得如何谈判的。哎，谬赞谬赞，唐公子你就安心养伤吧。这剑会的事呢，就交给我与众剑主来支撑。只是，神医大多隐居世外，就算唐某想治，恐怕也无处可治。哎，这个你放心。据我所知啊，咱们剑会里面正好有一位是神医水多婆的故交。如果能将这神医水多婆请到中原剑会来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没去。这山风吹得有点凉啊，本山人该不会是风寒了吧？哦。少剑主，唐客尊。哎，少剑主，唐客尊。阿长，最近练功练得挺好啊。刚才我看你啊，这手背要抬高，出拳才有力啊，是不是啊？小七长个了啊，快赶上你三师兄了。宝宝，昨天我看到你把饭食里面的青菜给倒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少剑主还是被你发现了。那当然了。少剑主，你管得可真细。那我们先去睡觉了。去睡觉吧。走喽，走喽。年轻人呐，真是应该出来走动走动，跟朋友在一起，别老闷在屋子里。成儿，今晚厨房做的烧鸡香得很呐，你吃了吗？要吃点东西的，这样伤口才好得快。师傅，我已经吃过了。成儿，牡丹楼一战其实不怪你。师傅，我累了。好，那你休息。原来，少剑主的忧思与钟姑娘有关。我早知道你看出来了，所以你才会用了心思让我来这儿。你也看到了，春儿她把自己闷在屋子里面，不吃不喝的，也不跟其他弟子往来。其实大家都已经不怪她了，可偏偏她就是过不了心里那道坎儿，不肯放过自己。唐公子啊，你……少剑主放心，唐某知道了。啊，多谢唐公子。为什么要救他？都是他害的。有什么办法呢？谁让他是少剑主的徒弟呢？如果按照唐公子你的计划，这牡丹楼一战，剑会绝不会死的。凭什么太会战的？痴心妄想！对，痴心妄想！痴心妄想！你别说我。
放在门口就行。钟姑娘，唐公子，方便吗？请进。唐公子在牡丹楼下救了我，我本该向你正式道谢才对，但我现在实在不知道怎么面对。面对你，牡丹楼一战，因我之事造成了很多损伤，都是牡丹楼一战留下的损伤，若是一定需要有一个人来承担责任，那也该是唐某这个做主帅的来承担。钟姑娘，你不必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。更何况，决定攻打秀玉牡丹楼时，建会人心振奋，并未有丝毫的不悦。唐公子，你总是这样，你这样安慰我，我不会有半分好受。唐某到你这里来，可不是为了让你觉得安慰的，而是建会正值用人之际，少不了钟姑娘。唐某明日即将远行，我也想可以安心离开。相信邵建主也是这么想的吧？你觉得建会还会需要我吗？钟姑娘过去没有犯过大错，没有犯大错的教训。唐某倒是有一些经验。我曾经因为走错一步，而导致了无法挽回的遗憾，只能背负着错误，在黑暗当中一步一步走下去，因为别无选择。可是若就此消沉，那才是对逝者最大的辜负。所以背负的越多，越是要向前走。背负着这么重的担子，岂不就会很容易摔倒，被人嘲笑了？摔倒了就爬起来，别人嘲笑你，你就让他们笑。走到柳暗花明时，往日的刀枪剑戟，不过只是些许风霜罢了。可是谁又能做得到呢？谁能做得到？唐某曾经认识的钟姑娘，她一定做得到。天色已晚，唐某就先告辞了。谢谢，唐公子。
中原剑会那群王八蛋，真的毁了大半个牡丹楼。可恶！不长眼的畜生！国粹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参见班主。飘零梅人的一草一木，你都不能动，就算摘下一片叶子，都得填命。是。白素车，让你收集的黑土里怎么样了？已经办妥。我出去又回来，你都还没想好。沉着才能取胜。快点！别抱怨。尊主留下的这盘残局，班主曾经说过，风流殿不是我一个人的，班主也要尽到自己的责任。尊主说的有道理。此时此刻，班主还有心情下棋。牡丹楼虽然损毁，但中原剑会又何尝不是大伤元气？双方都需要休养，那就暂且收兵。养精蓄锐，这是一种博弈，而棋局同样，博弈的快乐就在于胜负揭晓的瞬间。无论是一翻两瞪眼的运气，又或者是绞尽脑汁的算计，甚至有人不惜代价赔尽家底，却又说博弈之道，小赌怡情，无胜负心，方能不执着。无胜负心，就不会赢；不执着，不成魔。你看，输了吧？这就是赢的快意，输的失落。我虽然输了，却没有失落。请尊主好生养伤啊！他是风流殿的主要战将，你带回来的残兵败将远远不如他。难道西风逃跑了，变成西风逃了？你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。没有人能逃过风流殿的掌控。公主，这便来辞行了，不多在剑会做几日客。很久没有离开过碧落宫了，这次出来待久了，还有些不习惯。牡丹楼一战，险中求胜，剑会上下还得感谢碧落宫出手援助。不过，我想公主此刻更关心的，应该是朝廷对碧落宫的态度吧。这当然是本宫在意的事情。不过，更让我好奇的是，公子的变化。短短10几日，公子的心象就变了。如今的唐公子，愿意袒露更多。
公主啊，窥看他人内心，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哦。我已向义父传信，向圣上禀明碧落宫之功。多谢，这是我们的约定。教不严，师之惰；子不学，非所宜。幼不学，老何为？玉不琢，不成器。人不学，不知义。人不学，不知义，又忘了。人不学，不知义。为人子。看来我好奇的事情已然有了答案。糖狐狸还没回来？公子的变化，是因为他们。吃不吃啊？不行，师傅不回来，谁都不许吃饭。阿谁的手艺极佳，婉玉公主不如留下来吃个便饭再走。不了，唐公子，相信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的。哎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坐，等你半天了，我都饿死了，快！饿死了？不是我说你们，你们怎么能背着我去打这么惊天动地的仗啊？不是要饿死了吗？怎么了？又不死了？都怪你！你们为什么偏偏让我那个时候去盯梢啊？绝交，必须绝交！一炷香。呵呵。雪线子前辈来了。前辈，你怎么又突然冒出来啊？少剑主说，只有你知道路。我的筷子。还有什么路啊？哎，一炷香到了。别多管闲事啊！你到底要去哪？去游山玩水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唯独不带你去。阿谁的手艺还是这么棒啊！前辈，小狐狸，现在知道叫前辈了。什么叫少剑主说我知道去那儿的路？那明明是只有我知道去那儿的路。唐某是想说，上个月欠我钱的利息还了吗？什么利息？什么利息啊？月算，我不知道。还不起钱，拿什么抵债啊？行了，不是去找水多婆疗伤吗？这么令人喜悦的事情啊，谈钱多伤感情啊！哼，那个神医水多婆，你终于要去治你那老毛病了，这次一定要带上我了啊！师傅，我也要去。路途遥远，你就不便去了。要去。你去牡丹楼的时候，小石很担心你。只有小石担心他吗？除了小石，其他人都不担心他？小狐狸啊，被人担心的感觉怎么样啊？以前体会过吗？那便一起去吧。嘿，去吃饭吧。志云，再吃一个。老沈，吃，尝这个，尝，好好吃。
公主也没别的急事，为什么不留下来和唐公子吃饭？你看出来了吗？她明明伤痛难忍，却一直在兀自强撑。公主说的是唐公子，可这跟我刚刚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？若多留一会儿，总是忍不住想要规劝她，她却不喜欢别人窥探她的内心。所以，走吧。伤口愈合的这么慢了吗？唐公子，你也是怪物，你应该知道，身为怪物有多么真实被救赎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即便是怪物，人生也有其他的选择。化功大法，一雀阴阳，你就是这样欺骗方舟，用他剩余的生命来助你修炼往生谱的吧？曰喜，曰哀惧，爱恶烈吗？七情具。那里分阿离，什么都没有。他们只是神州的普通人，七情具备，或许会因此愤怒和误会。可是我信了你，是不是就证明周地楼7年的情谊，这7年的点滴是真？可事实是周地楼的7年，全是建立在虚妄之上。来，多吃点啊！哟，吃这么多也不见你长大。唐狐狸向来准时，不是说拂晓出发吗？这眼下都快天光大亮了，还不来？来了。心绪放松，不由偷偷睡了个懒觉。唐公子，你的头发……都到齐了哈，地图给你们，你们自去吧。本山人，你小狐狸，怎么弄的？怎么头发白了？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前辈，你的比我还白呢。去！本山人都300多岁了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既然你是我的债主，那本山人就送佛送到西了啊！阿水和小石已经在山门口等好了，走吧，都走吧。哼，
邵建主，告辞了。嗯，走了。师叔，你来干什么？哎呀，春儿，伤势好些了吗？我代表师叔们特意来看望你的。哎呀，春儿啊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不回善丰堂的房间吗？我现在又不是善丰堂堂主。什么话呀！你为剑会立下这么多功劳，秀玉牡丹楼之战，你又身先士卒，以自己的命换弟子的命。谁要是说你不是善丰堂堂主，我第一个就不答应。哎呀，这房间这么小，怎么能养好伤呢？快回善丰堂的房间好好养伤。来人，给众堂主搬行李。是。走慢点啊。师叔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本来就是中堂主，在我心里一直都是啊。什么鬼天界这是？嘿嘿，比起本山人的风雪归尘，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。拜。看样子，这雪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了了。还好把阿婶和小石留在了洞口。这么大的雪，我们也未必能找到可行之路。等等，你也发现这黑石头不对了？我刚才就发现它跟我之前看到的一模一样。你不会不认识路，带我们来回绕圈子吧？你胡说八道！我能不认识路？这附近到处都是一样的黑石头。不是石头啊。准确的来说，是用来建造城池的墙砖。什么墙砖这么脆，一捏就碎了？烧脆了。什么火这么厉害，能给墙砖烧脆了？而且，这荒郊野外的，不像有城的样子。有，这里有一座小国，叫姑墨国。姑墨国，没听过。我听过，情报是13楼的专长。姑墨国其实也就城池大小。瘟疫大行，为了阻止瘟疫，国王收集尸体开始焚烧，可是，一不小心，引发了火灾，一夜之间，全城尽焚。还是那个问题啊，什么火能这么厉害，给一座城烧掉？所以也有另外一个说法，这姑墨国王触怒众神，先降瘟疫，后降天火。天火？不是，那神医怎么住在这种地方？接着探路吧，前辈。春儿，你看，这些啊都是养身补气的药材。我们都是剑会的家人，你若是不够啊，随时跟师叔说，师叔马上给你备上。房间要是没打扫干净，喊师兄弟们来收拾就好。师叔不会觉得，师父为了救我，害死了剑会很多人？怎么会呢？虽然少剑主一开始啊确有犹豫，但是呢，
唐公子一番慷慨陈词，说春儿你是剑会弟子们的标杆，绝不能弃之不管，寒了大伙的心呐。正好让那风流殿看看我们中原剑会的团结，我们是支持唐公子，要跟他风流殿拼了。春儿，刚才那些胡话，你是听谁说的？你们都给我过来！江建主，师叔不可！春儿，不用怕，师叔替你出气。你们以后还敢不敢乱说话？不敢了。向中堂主道歉。中堂主高抬贵手，原谅弟子无知。出去吧。是。师叔，你为何突然这样？哎呀，春儿，江建主，春儿，我听其他弟子说，你怎么搬回善丰堂了？少监主这话说的，春儿能回来，自然是因为他是善丰堂堂主嘛。除了他这个位置啊，谁做我都不同意。原来如此。少监主看来是有事情要跟春儿聊啊，那我就不打扰二位了。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，看来事情已经传开了。什么事情？春儿，你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刺青的事吗？什么刺青？我不知道。你自己看。日前，曾向少监主问过钟姑娘背上刺青一事，寻琅琊公主踪迹。此事体大，我已写信告知义父，若宫中有人到访，少监主不必惊讶。如果4人内你没死，我送你一份大礼，一份能让你有价值的大礼。少监主，唐国丈和尉迟将军到了。好，快请。是。唐国丈，朝廷的人怎么会去中妹的地方？哎呀，唐国丈，少监主，这位就是钟姑娘吧？请钟姑娘随我到皇后娘娘的行宫，让皇后娘娘验明身份。去吧。师傅，我……钟姑娘，请。唐国丈，钟姑娘，请。
算了，还是下次再给钟妹好了。到了，本山人仁至义尽，小狐狸你好自为之吧。雪线子前辈，怎么了？想来要水多婆出手相助，并非易事。哦，这容易啊，他人就在那儿，你过去敲门求医，他肯治就治，不肯治再想办法，不麻烦的。若是不麻烦，你躲什么呢？谁躲了？雪线子，你这老不死，带了什么麻烦来？你改变主意了，打算把小雪芙交给我了？你休想！小雪芙跟着我是当初我们商量好的，你现在想反悔，门儿都没有。我当初就不该答应让雪芙跟着你，天天游山玩水，你有关心过她吗？前辈，雪芙是哪位？切，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这就是水多婆，这么年轻。哎呦，不要被她的外表欺骗了，她都是一把年纪的老太婆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唐丽慈。前阵子剑会通缉的一阙阴阳。一阙阴阳早已身亡，与在下无关。让我把把脉。你练的什么功？你这伤势早就该死了，怎么还活着？前辈感兴趣？没兴趣，只是好奇。你过来。啊？我。果真是这样。原来如此，你这伤势无药可医。唉，唐某这伤势确实无药可医，前辈束手无策也属正常。你这小辈小瞧谁呢？我只是说无药可医，也不是无法可治，只是没有药物，而且治标不治本。前辈。此话怎讲？伏霞一帖，就是治疗你这位朋友伤势的药引。数十年前，曾有天外一帖陨落于东南3里外的宝镜山上，它形如水晶，泛着七彩流光，名唤伏霞一帖。这世间仅有此处独有，只是那里地形陡峭，更有异状。这数十年来，曾有许多人想要上山采取此石，最后要么是死于万丈山峰，要么就是不知所踪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凭我们的武功，难道还拿不到吗？我明儿去取。我和老沈一起去。别以为你们武功高强就能随便上山，那可比你们想象的凶险100倍。如何凶险？唉，不太想说。除非这个老头把雪芙交出来。你休想！这个雪芙跟前辈是什么关系啊？不会是什么法宝吧？唐公子，你跟我进来，其他人留在这儿。这几日发生了什么事？难道是朱元剑会攻来了？既然来了，躲躲藏藏可不是剑会的风范。西公主，当真敏锐呀！
这位公子气宇不凡，与中原剑会之人断不相同。敢问姓名，为何会出现在秀玉牡丹楼？小生乃蝶伴重华，方平斋，想请西公主帮个小忙。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落魄13楼楼主，只是以楼主的能耐，能有什么事是奴家能帮得上忙的？小生是来找人的，只可惜牡丹楼人去楼空，只能在此守株待兔。不过幸好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让我等着了西公主。楼主要找谁？风流殿尊主刘衍，我与他有笔生意要谈。只可惜奴家也想知道尊主的下落。楼主不见，秀玉牡丹楼早是渺无人迹。看来方某还是得抓一位风流殿的重要人物，才能吸引到柳尊主的注意。现在知道柳尊主的下落了吗？方楼主，背叛13楼的杀手有活路吗？当然没有。楼主又怎么会觉得风流殿会比13楼体恤部署呢？姑娘如此楚楚动人，柳尊主就不会不舍。方楼主还真是会说笑。不如这样，方楼主放奴家离开，明晚奴家便引荐尊主与楼主见面。姑娘的话可信？13楼向来是交易之地，做交易嘛，楼主开出买家付不起的价格。既然是生意场，一是信用，二是尊客。楼主想要交易，怎好得罪客人呢？姑娘的伶牙俐齿，真是令方某刮目相看。好，便烦请转告尊主，方某恭候大驾。前辈有话想要问唐某。没有。你想问，唐某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何会有如此特殊的体质？所以，你见过其他与唐某一般体质的人？我是神医，一摸便知道你与常人体质不同。在下来自天人境。天人境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没听说过。天人境，源自神州大陆，族内人人修行，皆为大功德者。当时的首领承诺族人全族永生，使用秘法强行将整座天人境陆地拔地而起，妄想飞升成神。可如此逆天之举，却使得整座天人境大陆消失在了破碎的虚空之中。数千年后，经历天人五衰，命在旦夕。后来的姑墨国便是在天人境的遗址上建都的。看来，前辈的确对天人境毫无兴趣。前辈要替在下看病，
却不问在下病症吗？我能不知道你的病症吗？你体内的那颗心经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行医这么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此怪事。那是周地楼主方舟的心经。七贤正阴方舟，你带着他的心做什么？这颗心经是方舟复生的契机。不可能，你想让死人复生，这办不到。可唐某偏偏就爱办人办不到的事，即便是要赌命的事。你把这颗心经留在体内，用你的精血喂养它，让它不死。这颗心经现在就是你最主要的伤势。你这头发想必也是一夜之间精血溃耗至极限。如果不是外面那个姑娘在，你现在早就死了。靠妖人之血维持生命，只会越吸越多，到最后只有把它吸干才够。正是因为这伤势麻烦，所以才需要神医相助。你带着这颗心经多久了？将近4年。那我便直说了，这颗心经在你体内保留太久，已经与你的心脉连在一起。用服下一铁制作的伤药，确实能够治疗你的伤势，但之后也会迅速恶化，就如同饮鸩止渴。你们2个只能活1个。你想清楚，若要活命，就要趁早取这颗心经。即便是如前辈这样的神医，也别无他法了吗？这世间有些事办不到，就是办不到。你想清楚了。在下知道了，请容唐某再好好想一想。可真是人之残喘，不觉动，门檐重关，休思班主，尊主，你与普珠对战后消失，这段时间你去了哪里？奴家负了伤，被困在悬崖底下的地穴里，养好了伤才回来。普珠呢？她死了吗？2败俱伤，让他给逃了。你在骗我？奴家有什么理由欺骗尊主？方才回来的时候，在牡丹楼遇到了13楼的楼主方平斋，他想要见尊主，让奴家代为传话。他把牡丹楼的地图给了中原剑会，躲我还来不及。他想欠我。小红，
眨眼之间杀人弑骨，不愧是风流殿一古虎三绝的柳尊主。方楼主，不要试探本尊的脾气。小生方平斋。尊主，既然赴约了，怎么这就走了？牡丹楼之战13楼未到，便是方楼主没有合作的诚意。至于这些人，是那人叫楼主拿走地图的代价。那无论是13楼浪得虚名，还是故意藐视本尊不杀你，就已经是我的宽容。这些人代表13楼的实力吗？我想是尊主误会了。他们动手之前，难道不知道袭击的是名震天下的风流殿尊主吗？他们岂敢妄想自己能得逞？小生今天来是想和尊主做另外一个交易。往生谱的功法。你要的东西你给不起价码，是吗？那如果尊主知道唐丽慈也说了一样的话，是开心还是愤怒呢？你有3句一言。这么少啊！我想想啊，我知道唐丽慈离开了中原剑会，第1句。我还知道他去了哪里，最后1句。现在是你杀他最好的时机。前辈，枉我以前还把你当偶像看，你竟然是这样的人！我又是怎样的人啊？偷鸡摸狗，还把别人宝贝抱走，我操！对啊，害得我整日提心吊胆，生怕你把雪符给弄丢了，还不如物归原主，也好让雪符有个依靠。你是啊，雪仙子前辈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呀，行，雪斗婆，我这回算被你抓住把柄。那你答应我，你把白毛狐狸养好，我就把雪符报给你。好，你现在就把小雪芙带回来，我可想死她了。方舟，刘琰说的没错，其实我骗过你。你还没告诉我们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唐。唐？唐什么？难道是忘了父母是谁？为什么会武功？全都忘了？他们的牺牲成就了你的完美，杀戮就是你的天性，这样才算是善良。方便吗？沈兄，请。刚才在想什么？在想如何破解宝镜山的秘密。你是在害怕？有时候，沈兄的敏锐才会让我害怕。
沈兄，你有想过死亡吗？经常想。现在活着，是不想空手去见惠娘。可是唐某始终认为，人应该想方设法的活下去。活着有很多事情可以做，可若是死了，就什么也没有了。舍生忘死的理由有很多，朴珠、程道主、少监主，是因为责任和信念；我和迟云，是因为情和义。而你不一样。沈兄今日话很多啊。是因为你今日的话太少。你变了。哪儿变了？不怕谁了？沈兄用“怕”这个词。你谁都不怕，是因为你强大，没有人值得你怕。但面对任何强大的敌人，都没有对阿谁这样戒备。那是因为我曾以为他是刘演派来的卧底。唐雷慈，你知道吗？你从未解释过自己的内心。当你开始解释的时候，你就输了。而你缺的，就是这样的人。至少他能表露对你的一颗真心，活得比你真实。你看，他就是这样，喜欢讨好别人，见不得别人受饿受累，受伤受苦。他最大的本事，就是可以感受到别人的痛苦，又能够想到办法去安慰别人。可是这样生活得很累，也活得很没有自我。不要擅自决定别人的自我。至少他能从帮助别人中得到快乐，活得比你快乐，活得比我快乐。这样是自我牺牲。他愿意，可我不愿意。又没问你。别忘了咱们的约定，刘演还没死，至少在他死之前。沈兄放心，我会做到的。小石，小石，唐公子，有没有看见小石？怎么了？我今日早起想去看看他有没有踢被子，发现他没有在房间，到处都找不到他。小石不见了，
可能去宝镜山给唐狐狸找药了呗。糟了，我去找。我也去。慢着，宝镜山的秘密还没有解开。赤云，你就守在这里。沈兄，你在附近寻找，我去宝镜山。唐公子，放心，我一定将小石带回来。小石，小石，这里就是宝镜山，看起来并无异状，但是这里的风有点奇怪。小石。小石，阿野，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。唐丽慈，你露破绽，看来你很紧张。怎么了？你是在猜我为什么会来这里，还是在想要怎么对付我？可恶，这山路着实难行。尊主一人来宝镜山寻唐丽慈，可那唐丽慈狡诈如火，又有沈狼魂驰云护卫，我需尽快与尊主会合才行。沈郎君好生霸道，听闻宝镜山风景奇异，奴家不过来这逛逛，郎君这都不许吗？杀了你，断流言一臂。阴杀，神摧鬼泣。知道你在找他，不然我怎么会在这里等你？想让这小子活命，就告诉我，方舟的尸体到底在哪里？方舟的尸体何等重要，我自然是要用特殊的阵法将它隐藏。你先回周地牢，我会证明给你看。现在就跟我回去。现在不行，他的命难道比方舟重要？师傅，师傅，唐丽慈，你不配做别人的师傅。小石。
再这样纠缠下去，都会坠入深渊，粉身碎骨。你是怕坠入深渊，还是粉身碎骨？我可不怕。你。刘琰，我想用红绫送你上去，否则我们二人都得交代在这里。找到方舟之前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。你真是无可救药。少废话，先上去再说。休想再骗我一次！你。原来，这就是前来宝镜山寻药之人失踪的原因。你醒了？千里迢迢来找神医，却落得这个下场。怎么？从我这儿骗不走另一半往生谱，急了？真可惜，你又遇到了我。遇到我，你便走不了。此处有结界，你我的功力都发挥不到30%。方才也是因为你坠入了此处的结界，飘红重灵才会从你身上脱落。你现在杀不了我，只能在这里听我说。听你说那些鬼话？鬼话你也得听着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根本不会落下来。你是在说，是我害了你？刘琰，你当真以为我们7年的友情是我一日一日伪装出来的？对别人来说或许难于登天，但对你，唐立慈，那可未必办不到。如今的我或许可以，但是曾经的唐立慈
一定不行。此处罡风不断，深渊之下必有风眼。单凭一个人的力量，你我谁也别想从这里出去。所以，又要耍什么花样？我游入风眼，以敌音音波将之堵住，暂且阻断罡风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这股吸力就会停止，你就可以上去。这能行得通？不知道，但只能这样试一试。风眼只能堵住一瞬，到时你我的动作都要快。飘红重林以内力贯注，最长能延伸至50丈。我堵住风眼之后，便会震动红林，届时你便以相同的力道震动红林的另一端，以此相合之力震荡崖顶，再借阴杀功的反震之力从此处脱身，也将我拉出来。要不要我重复一遍？你听听自己在说什么。不用，我有伤在身，只能发动一次阴杀，你自己把握时机。等等！太真。鼎盛虚弱，他竟然伤得这么重。阿言，周地楼曾有一首合奏曲，可以让奏乐双方在一定时间内功力倍增。信任，只要彼此信任，就能功力倍增的句子。那首曲子叫《和亲海夜，天下倾倾》。
要等我！特里斯，特里斯，特里斯！站住！今天没时间陪你玩，滚蛋！唐丽斯呢？我也想知道他在哪里。对，周地牢。乌莫国其实也就城池大小，为了阻止瘟疫，国王收集尸体开始焚烧，一夜之间全城尽焚。姑墨国，看来这里是姑墨国遗址。可是这壁画怎么有天人镜的感觉？50多年前，我破碎虚空，离开了天人境，却被存活于虚空交界的驼龙攻击，受了很重的伤。仓促之中，我降落于神州的姑墨国，也就是在这里，我遇见了这个国家的公主。谁在那儿？为什么躺在祭坛上？你是何人？能听见吗？你是怎么搞的？浑身是伤，你的伤口竟然自己愈合了。你是天上来的神仙吗？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神仙呢，跟传说中的一模一样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夜魔。夜魔。姑墨国王认为我的出现，代表他得到了神明的庇佑，苦苦哀求我留了下来。西亚公主一直陪着我，并告诉我很多神州的事情。这是我最开心的一段时光，开心到几乎忘了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里。这是姑墨国历代相传的神器，据说也是天上掉下来的，送给你做个信物吧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姑墨国发生了100年难见的瘟疫，百姓死伤无数。请国仙施法解救百姓。我该怎么消除瘟疫？国仙大人，姑墨国先祖于此处设立祭坛，是因为这里连通了全国的地脉。先祖预言，祭坛完成后，会有飞仙降临。若国家有难，他将用开天轮之法，吸收全境那些藏于地脉中的瘴气。开天轮。通过此祭坛引导地脉之气，经大人自愈之体，涤清瘴气。我当时有点疑惑，国王竟然知晓天人境的秘传功法。
但是我一心想着救人，并没有考虑太多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想要的其实是另外一个东西。他侵入了我的意识里。密卷上记载的果然不假。开天轮可让气脉震颤，届时可将施法者意识互换，获得天人体，从而成神。可天人境夺了多少人的机缘，方从公莫国飞升成神，如今也只是因果循环。如今瘟疫肆虐，你这样做，那些百姓怎么办？你太天真了，瘟疫是假的，所有人都在骗你。摆脱控制了，手传你残存的天人境力量，帮我稳定了气脉，给我出去！我是带人杀了国王，快抓住他！抓住他！飞升计划失败了，这是在阻止我们所有人飞升。是他让我们都没办法成神，只有烧死他，他才无法报复我们。大火烧了3天3夜，我的躯体溃烂又愈合。这一刻，我明白，天人境以外的地方，充满了毫无价值、低等又愚蠢的生灵，他们就不应该存在。唯有杀戮。方能将他们彻底净化，成就慈悲。夜魔，夜魔，我来晚了。假惺惺，你跟你的父亲一样，都是在利用我。不是的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是父王的阴谋。你们要我打开天轮，净化地脉。好呀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需要被净化的不是瘟疫，而是他们的罪孽。天德中，星辰朗；地德中，阴阳和。今后我就叫一阙阴阳。天人境圣子，你看清楚了吗？总有一天，你也需要做出选择，就像当年的我一样。这些东西是他故意留给我，让我看到的。可是他怎么知道我会来到神州，还知道我是圣子？难道说一阙阴阳没死？他一直在看着我。没想到这孩子竟然真的把服下一帖取回来了。这药倒是取回来了，病人不见了，唐狐狸到底去哪儿了？哎，算了，我找他去。唐公子，志云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有耐心？我是担心你。我没事。前辈，借一步说话。
敢问前辈，和一阙阴阳是何关系？我在宝镜山的时空裂缝当中，见过一段一阙阴阳的记忆碎片。前辈见过一阙阴阳？我是西雅公主的贴身侍女。让唐某猜一猜，先前前辈还对唐某有所隐瞒，而现在却又毫不避讳。天人境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没听过。是因为你原本想把我困在宝镜山的时空裂缝里，但没想到我却回来了。你很聪明，也很敏锐。你不止活着回来，就连服下一帖都被你搞到手了。那前辈可以开始救唐某了。我不打算救你。我只说过这是能给你做药的药引，从未说过要救你。我亲眼见到公主因为那一次的怜悯，得以让一阙阴阳祸乱苍生。你与她同宗同源，就算此时你还存有向善之心，但也难保有朝一日不会被恶念操控，成为第二个一阙阴阳。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。更何况，你在救人与救己之间，真的犹豫了，不是吗？没想到，这世道能荒谬到一个人想要救自己的性命，竟是错的。前辈是神医，见过无数在生死边缘挣扎的生灵。唐某以为，求生是人的本能，还是说，所有人都有活着的权利，只有我唐立慈不配？不止前辈一人，就连唐某也自问过，是不是我不配活在这世上？可当我看到了那些记忆碎片，我才知道，我错的有多离谱。唐某应该活下去，甚至连当时的夜魔也该活下去。一阙阴阳照来天火，屠灭姑墨国，难道你要替他不平吗？唐某只是感慨，自己比夜魔幸运。夜魔因为降临在了姑墨国，所以这世上多了一个一阙阴阳。而唐某有幸被方舟捡到了周地楼，所以至今还能做唐离子。你无非是想说，你和他不一样。但是他们罪不该死，对吧？但确实是他们亲手造就了一阙阴阳，你却心怀怜悯。那方舟呢？你什么意思？前辈，即使你现在仍然认为唐离子该死，可方舟的心经现在就在我腹中。你若是杀我，那就是杀这天下第一的君子。七贤正阴，方舟。3日后来取药。
药这好了，一共有3颗，一颗能够让你续1次命，服完之后能够让你恢复功力，状若平常，头发也会变回黑色。但只有3颗，用完，大罗金仙也难救。唐某知道了。我还有个条件。前辈请说。我要跟你回中原见会，我的病人，我必须得看着。求之不得。中原见会，扫榻相迎。